蜜姐妹花找回了一个价值3000的账号，网上还叫嚣着我们直接报警，殿下直接被行政处罚了10天。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不不再开始好久不见，是十分想念啊！我知道大家一定有很多的疑问啊，我会在结尾一一解答。我们现在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内容。那么事情是这样的，在今年的4月21号，有粉丝花了3000块买了一个和平精英账号，结果刚交易完的第2天就被找回了。当时的售后呢就直接去联系了，把账号给要了回来。结果是在5月9号又被找回了一次。这个案子呢也比较的特殊啊，这个嫌疑人是2个不同的人，2个女孩，一个是签合同的女孩，一个是收米的女孩，分工是非常明确。而我呢为了方便区分，我给这个收款的女孩取名叫做龟龟，而另一个签合同的女孩我管她叫秘密啊。大家记住了，龟龟是收款的，秘密是签合同的。那么我们目前锁定大概率会是这个秘密找回的账号，号也是她的号，但是也不确定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闺蜜2人都是同姓啊，我们当时就怀疑他们很有可能是一个村的，而我们的这个受害者也是一个人美声甜的小姐姐呀。辛苦你们了，那个有后续的话跟我说。好，行。正所谓3个妹妹一台戏，2个闺蜜有脾气，一起送到所里去，螃蟹外放行正义。我们根据受害者提供的信息，预估她闺蜜俩是在一家什么美甲店上班。而我们赶到线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是搜索了这个龟龟的社交媒体账号，然后又用女号加的她的绿泡泡。我们通过社交媒体的内容发现她视频的背景有一个药店和一个什么什么奶茶店，那就很简单了，只要我们找到这2家店，就说明我们离她的距离就不会太远了。那事到如今，为啥底是这个的，顶是凉的呀？这种冰火2重天我是不太喜欢，可能适合你喜欢吗？低心的口感。他选了一个我最不喜欢的这种什么芋泥呀，这种我是真最不喜欢。喝完奶茶之后呢，我们就抽丝剥茧，发现这个龟龟好像是一个婚礼的那种化妆师。于是我们就赶到了地址附近的各种各样的化妆店，不过找了一圈都还是没有发现龟龟的影子。那这种感觉就是我知道他在这个附近，但是我不能确定他在哪里就非常的难受。线索中断之后，我们就选择直接摊牌了毕竟是已经来到线下了嘛。你好。你好。我问一下是吗？对。是这样，我这边是这个螃蟹账号的，这个在我们这里出售一个账号，后续把这个款项打到您的账户上了，有这个事儿吧？有什么情况呢？后续的话，这个账号的话出售给我们之后呢，后续这个账号被找回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当时说借用一下我的支付宝，说什么让我转给我，说让我拿现金给他。这边龟龟呢说自己人在苏州，并且表示他自己只是帮助秘密来收钱的，钱最终是以现金的方式给了秘密，号也不是他的，更不是他找回的。2个人呢之前是发小的关系。你这样吧，你先给我他一个联系方式，我先联系他，我先把具体情况了解清楚，对吧？因为如果说这个事情，我找一下他微信，我找不到了。连他手机号都没有吗？我没有他手机号码，我只有微信。因为中途吵过架，然后没有联系了。你俩关系这么好，又出去玩又啥的，联系方式都没有了，你还帮人家收钱？我先跟他吵了个架，就没有联系了，自身问题有点大，所以就不联系了。我联系你呢，如果说事情讲清楚，然后有一个主动解决态度，可以没问题，咱们聊一聊这该怎么解决。但是我现在电话不接，什么也联系不到，你是一个说辞，他呢我根本联系不上，那这种东西我也没有任何权利，那我只能联系警察。你先把他联系方式给我听听他怎么说。我推给你了呀，我推给你了。在一顿教育之下，这个龟龟还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给我们推了这个秘密的微信。但是秘密这边依旧是非常的嚣张跟他打电话他是永远不接的，只肯跟我们文字交流也不愿意好好沟通，给我们的外访都直接气红了让我们报警很长时间没有硬过这么硬的了不是他这个一个女孩，为啥这么硬气？他哪来的底气呢？他说账号没了找我，是我弄的，那你报警吗？不是我，那是谁呀？我没找回，是我找回。气死我了！
我的妈呀！那没办法了，我们就只能先联系龟龟啊，让龟龟把这个秘密给约出来嘛，最起码。那龟龟这边呢，相比秘密来说是很好沟通的啊，他本身和这个案件呢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他就希望早点结束，早点了之。于是我们就和这个姐妹花约在了一家奶茶店里面见面啊。没过一会儿呢，龟龟就先过来了啊，我们就简单的先聊了一会儿。咱们这边嘛有点吵，他这个号是谁的？就是他自己的号，就是整个交易流程你是不知情。我是不知情，他除非上一回就是号自己弄回来之后，然后人家联系了我，然后我去叫他还回来了。对，他还过一次，那就等他一起过来吧，等他过来咱们再聊吧，好吧？因为我刚才也跟他聊过，我说话挺生气他这个态度，他不承认嘛。龟龟来了半天啊，秘密这边呢才磨磨唧唧的来。那兄弟们就和我们一起审审这对姐妹花。我们感觉台词不太对啊。当时找回是因为我那个手机号码150那个手机号码不是不用了嘛，然后用这个191的这个手机号码登的嘛，然后直接登到他那个账号上面去了。意思你就是登错了，嗯，就是我登录这个账号登错了。然后他当时立马就找我改手机号码了，现在实名也不是我的，手机号码也不是我的，你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总结一下，秘密这边呢是直接矢口否认了自己找回啊，说手机号不用了。那我们就顺坡下驴问他用的是啥手机号，结果他就突然自爆了一个手机号是191开头了。那这个手机号我们是从来没有听过的，它是一个全新的手机号。于是我们当场就登录账号，发了一条验证码，结果发过去了。那你这个为什么能收到验证码呢？你登看看，你登看看是谁？你不要跟我讲登的问题，你懂不懂这个账号的基本逻辑啊？这个啊，那这个就当场实锤了呀！啊，你已经卖出来的东西，现在为什么又回到了你的手里面了？但是我们是完全没有想到，秘密它竟然还能狡辩。就是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这个账号绑定的手机号是你的此号？但是我绑定的是我自己的 QQ 手机号啊。不是，我现在说的是你卖给我这个账号，为什么绑定的是你的此号？但是我绑定在我的 QQ 上面了，我不知道。你告诉我为什么会在你这里？你为什么要去操作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不操作，它自动就会变到我这里的。我说了，我191那个手机号码登错了。登错了，它就会主动的换保到你这里。我现在不知道，我现在解绑也解不了啊。你到了警察局，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啊。我知道，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手机号码可以绑2个。我们也看着秘密这边呢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硬得很，我们也就叫来了阿 Sir。你看，等，有验证码发过他手机上了。那你是不是收到验证码了？那为什么可以绑定接你这个账号？不但是你自己绑定是你不要你，这样的不是，你不晓得可以绑2个。哎，我们没有执法权，也不能带你去所里。那阿 Sir 他可以啊，阿 Sir 可不会照顾你的情绪哦，那直接带走了啊。值得一提的是啊，我们在路上竟然还遇到了粉丝啊，非常的有意思。帅哥，你们是游戏找回了是吧？啊，对，你怎么知道？看过视频是吗？不是，我看你们这个有点眼熟，好吧？你们是有账号的？对，是的。螃蟹的。对。多少钱啊？这个3000块。3000块。到了派出所之后呢，我们就做了笔录等通知啊。当天呢就太晚了，阿 Sir 让我们第2天再过去。龟龟这边呢就给我们打电话啊，说这个秘密的父母想和我们见面，那我们也是同意了。不过啊一直没有跟我们联系。在之后我们就拿到了行政处罚，并且秘密最终还赔了3000块。好的，兄弟们，行政处罚10天完美的结局啊！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那么在最后，我来给大家讲讲我自己的一些情况。那么加上我啊，确实是离开了螃蟹一段时间啊，主要原因我也可以直接跟大家坦白啊，一是我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实抱恙，长时间面对屏幕我敲键盘打字，导致我的这个脊椎变形非常的严重，手腕部位的腱鞘炎也非常的严重啊。那有的兄弟就问了，江仔，你为什么不请假休息呢？公司呢其实也提出了可以让我休息一段时间，但是我还是拒绝的啊。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觉得休息它不解决问题，休息之后我还是会回到像我以前的那种生活的状态，是一样的结果，索性我就自己提出离开了。那么第2个原因呢，就是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啊，因为团队变大了嘛啊，压力也变大了。有个问题其实我一定要讲，但是大家不要大惊小怪的，没有任何问题。我确实确诊了抑郁症啊，经典抑郁症是吧？但是我真的不认为我有啊，能理解吧？就是这个抑郁症的确诊方式，我认为并不是很科学啊，就是搁那坐着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观察我的一些情绪的变化啊。总之我是觉得一点都不科学。
科学的。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压力大啊，可能有一些焦虑吧，但是我的生活还是很开心的。我自己呢也是非常乐观的啊，也没有吃过任何一次药。那么之所以回来呢我也可以直接跟大家说，一是公司给我减了很多的负啊，让我的压力没有这么大了。二是因为有一个新的业务，真的是非常的感兴趣甚至是把当年做螃蟹账号的激情都拿出来了啊。公司呢也是把新媒体的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相当于也是我的2次创业了啊。我真的一直认为我很幸运啊，能有一批喜欢自己的粉丝，能够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已经是太幸运了。我相信很快也就会跟大家见面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螃蟹电竞啊，我们做的是陪玩，是我们和老干爹一起搞的。那之后呢，我就会在2个账号之间来回更新啊。最后呢，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主要就是害怕大家会瞎传啊，说什么我和公司闹矛盾了啊，说什么我被抓了啊，说什么找回进去了说什么我去泰国做手术了，然后说什么公司给的薪资不够什么什么的其实没有这些关系啊。大家就理解为我累了想休息，但是又觉得休息没有用，也不好意思长时间的休息。我从小就父母离异的啊，我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然后现在爷爷奶奶基本上都70岁往上了啊，我说实话是想回家陪一陪的，就这么简单。那我就不多说了啊，视频也很长了。最后呢，如果有兄弟不了解我为什么离开又为什么回来啊，大家就可以转发这期视频给他看。未来呢，我就不做太多的解释了啊。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